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再过几天呢，就是中国的高考了。而这一期内容，我就想讲一下中国的高考以及目前年轻人的就业现状。请先看一下这个内容。为什么今年的高考这么冷清？因为大家都知道考上了也没什么用。刚才短片里面那个抖音博主叫做大林，这里我插那么一个题外话，那就是关于墙内平台言论自由的问题。博主前面说的好好的，但是后面他却把那个字幕变成了阿爸阿爸，用来掩盖他所吐槽了高考没有用的那句话。如果他不那么干的话，有可能在上传完这个短片之后，初审的审核员不会给予通过，因为涉及到了中国去年所打压的挑动负面情绪，以及后续这个视频的正常推送问题。其实早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中国的高考人数呢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大关，尤其是最近的2年维持在了1300多万人。当然了，除了正常升学考试的应届生，还包括那些不断复读想要考得更高分数去更好学校的那些人也是算在内的。就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唐尚俊，不过人家2年前就已经金盆洗手上岸了，现在目前在华南师范大学，也就是一所211大学里面读了2年。再来看看有个做自媒体的老师是怎么看待中国高考目前现状的。大家好，我是小杨。我们今天不说废话，说点干货啊，说说高考。今年应该是这几年以来高考热度最低的一年。就是我没想到，就是我们说各行各业的寒冬，最后竟然能吹到教育业，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这一代的父母，他们也都是当时或多或少都已经接触到互联网了，然后也是成长伴随着互联网。然后再加上这一代孩子过早的就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打压所谓的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的小众原因之一了。小朋友拿自己老爸老妈的手机刷短视频，发现读书没有什么用，然后大环境又这么的差，带来了什么样后果可想而知。这几年 AI 的发展加上后疫情时代，他们整个跟就是网络的接触过密，所以他们过早的接触到了我们所谓的就目前我们社会上所一阵风气吧，学历无用论、学历贬值，导致于现在的很多孩子其实对于高考、对于未来人生其实是抱有否定态度了，所以他们可能对于高考的整体的一个把握就觉得没那么重要。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我不是在教育界干活的，所以我可以替这个老师说得更明白，而且态度更坚决一点。学历贬值 ，AI 兴起，加上中国的这种管控程度，基本上找工作就像是千军万马里面找12指肠加工合成品，既难找又难吃。就目前而言，随着我们说的人工智能AI， 再加上我们就是国家政策导向的问题，确实按目前来看，确实就是你说是不是真的就是高考就能一考改终生呢？其实确实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少。但我想说的是，高考仍旧是我们中国孩子，我觉得是18岁的成人课必修课吧。这个老师这里比较偏心的地方就是，如果越来越多人不努力学习、考试并且升学的话，那他自己极大概率会在这一波大环境的席卷之下失业，所以编造出一个18岁成人的必修课是高考这种无稽之谈。那是不是可以默认中国有一堆的人都没有完成这个所谓的成人必修课呢？包括自己的父母乃至祖父那一辈也都没有做到这个成人的必修课。然后再来看看这个重庆人是怎么评价如今中国高考的。2026年的高考还有2-3天就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今年的高考静悄悄，像往年这个时候百日冲刺，学校动员，微信朋友圈早就是家长学校关于高考的各种消息刷屏了。但是今年发现没有动静，静悄悄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其实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以前考得好啊，那就是真的行，现在考得不好啊，不太行，但是考得好好像也不怎么行啊。我在一些评论区看到有的人说他研究生毕业的女儿赚到的钱还不如打工搬砖的多，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生的高学历人才居然比不过普通底层人民辛勤劳作得到的报酬。毕竟从事底层劳动工作是不需要有太多文化知识以及学历就可以入行的，而如今在中国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却是实打实的花掉了一个普通家庭多年以来攒下的积蓄，还有看不见的时间和精力等等的沉没成本。因为这个一考定终身好像真的要改变了，大家不妨在亲朋好友之中去看看哈，不说是专科生、本科生送外卖、跑快递、进厂打螺丝，就是研究生也是不少的。其实关于中国这几年兴起的铁人三项，快递、外卖还有网约车，其实基本上就是外卖行业占了大头。因为网约车这一行里最基本的就是要有一辆可以进行长途奔波的轿车，但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年轻毕业应届生，他们根本就没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顶多就是有一本机动车驾驶证。而且我还看到了更有趣的评论，那就是高考失利了，过几天就可以直接去送外卖，但是稍微考得好一点，进大学了，那就要等3到4年再出来送外卖。当然还有一条更搞笑的评论，就是高考并不是人生的分水岭，而是10几年前10月怀胎承载你自己的那坨羊水。要更真实的了解当今中国毕业生的真实就业感受，就要多听听他们的声音。请看这个去年毕业的本科生是怎么讲的。最近刷到这个博主，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感觉跟他经历怎么差不多呢？我是5届毕业生，去年刚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来深圳，我寻思大城市机会多呢，我也来深圳闯闯。还在学校没毕业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很多人找工作吐槽，这不干那不干的，我心想，怎么这么挑呢？这就业环境有份工作都不错了，我很不理解。上班上了6个月，我理解了，我什么都理解了。这位去年毕业的本科应届生在讲到这里释怀的笑了之后，我也释怀的笑了。因为当今在中国的就业环境，大家并不需要用多么复杂的语言来表达，只需要轻轻的点头或者不经意间轻描淡写的微微一笑，就可以进行 FBI 级别的机密信息传递。刚来深圳投简历投了1周，面试了2、3个，基本上没什么音讯。突然有一家面试我通过了，还是本专业相关的，给我开心的不行。但是面试官跟我说要加班，我心想加一加吧，加个小班而已，都快饿死了，无所谓的。然后我当时我们公司是9点钟打卡上班，我7点钟起来，通勤1个半小时。然后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公司6点钟下班，妈呀，下班没人走。如果看到我这期内容的这部分的人，你是来自中国大陆，而且还没有毕业的话，请不要见怪，这是很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因为如果你下班之后立马跑路回家去玩，很容易就被上面或者周边一些很恶心的人直接给你穿小鞋，还有针对。妈呀，下班一个人都不走的，然后7点半就开始加班。加班的时候，公司还一大批人，我心想，他们都不累吗？他们没有怨言吗？他们都是机器人吗？他们并非机器人，而是一些为了只是有口饭吃、有一张床睡、有一个网可以用来娱乐的基本需求而努力的逆行者罢了。他们公司培养了死士吗？我一边加班一边感慨人生，感觉这辈子有了。然后刚出社会的哪见过这世面？每天被迫自愿加班到晚上10点钟，每天2眼一睁就是干活，像那个什么不知疲倦的牛马一样。然后我家里总是喜欢9点钟给我发消息说，然后上班感受怎么样？我感受个屁啊！我加班加的要死了。但我哪敢说我在加班啊？我跟他们说不要这么晚给我发消息，我就改掉玩手机的坏习惯，他们还欣慰的不行。我们公司还不是双休啊，是单双休。说实话，之前都没听过这个名词。我来普及一下单双休这个名词，其实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大小周。小周就是上6休1，大周就是上5休2，也就是普通人正常的双休。
折合下来1个月本来是可以正常休息8天的，结果只剩下6天的休息时间。当校时候恨死全世界了，我在想，只有当校的那些人该怎么过啊？当校的时候，唯一的爱好就是躺在床上思考人生，什么年少的梦想、远大的志向、父母的期望、爱情的模样，这辈子的事情都过了一遍，因为全身上下能动的也只有脑子了。星期1份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当休周6的晚上，给我干到晚上11点多。我心想，我周末唯一的爱好思考人生的机会都没了，这还得了？给我加班加崩溃了，跟组长大吵了一架，也是听到那句标志性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个年轻人只把这句经典名言说了一半，因为下半句是比较难听的骂人的话，而原句则是“你爱干不干，不爱干就”。我心想，谁爱干谁干吧，我是干不了一点。给我笑得年终奖都没熬得及提桶跑路了。给我的感受是，钱虽然没挣着，但也没白干，起码累着了。给我狠狠躺了4个多月啊！在躺的时候，我还刷到这家公司的避雷帖，我帖子好像那个什么第3臭水浴之音啊，狠狠吐槽了一番。我们爱人就是这样，我们爱人就这样喜欢默默的背后的窝囊的吐槽人。然后接下来马上找工作了，我希望找一个双休的吧，然后可以加班少一点更好了。我想给这个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忠告：许愿池里面的河神不是万能的。再送你一句韩信的经典名言：不要做无法实现的梦。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今年毕业的一个普通本科大学生，看看他又是怎么描述当今中国就业环境的。我感觉找工作真的是靠运气，就是如果这个公司真的正好缺人，你又正好投递又比较合适的话，那进度推的真的很快，就恨不得说当天就让你面试，第2天就让你入职这种。但如果说他明显的就不急着招人，或觉得你不合适，整个流程就非常慢。他说的这个情况已经是在中国很多公司的普遍现象，无论是校园招聘的央国企，还是社会招聘的一些私人小公司，都会让你通过1轮、2轮乃至3轮的面试，加上笔试，最后再决定是否给你这个工作的机会。我5一之前在 Boss 上看到一家我觉得还行的公司，我就和他投，我就和他聊嘛。但是他不理我，然后呢，我就一直自己在跟进，我就说能不能说加着微信啊，能不能说打个电话之类的，能不能约着面试啊，我就一直和他聊。然后他最后给我打了电话，5一之前聊半个小时得和我，然后告诉我5一之后再说，5一之后等到现在也不给我信儿。然后我今天看他 Boss 上还在正常的岗位还开着，正常的招，然后今日还活跃呢然后朋友圈也发，那我没治啊，那人家可能不想要我，我也没办法。其实不是不想要他，而是从头到尾他就没有在那个面试官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个今年毕业的中国应届生，直到现在还以为是自己不够格。其实这个岗位开出来，只不过是为了满足面试官个人的 KPI 任务而设置的。就感觉这半年对我来说还不如玩呢，就是从去年一直到现在，这2份实习给我带来的东西，我感觉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啊。就是我属于是那种干一行恨一行的那种，倒不是说因为公司怎样，反而是说公司里面带我的那些前辈也好，对我都挺好的，人家是真教我的，真能帮我解决东西的。但可能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一直在那里干下去啊，包括我对这些行业，包括我对这2个岗位来说，我都没有任何的兴趣了，现在来说。但是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就有的时候我就想，考中其实真是一个不错的打算，至少你有一个恒定的目标，你知道就往那里干就完事儿了，你也不用像我现在这样到处乱窜啊，干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最终想干什么，这都快毕业了，反正就先这样吧。目前在中国，普通人能够享受到的最大红利，并不是什么所谓的世界第2大经济体，还有表面上看到的强大军事实力，诸如此类宏大叙事的精神食粮，而是超低的生存成本。有个人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经典：没见过不干活被饿死的，只见过干活之后累死的。而躺平就是这个时代在中国一个无可厚非的最大红利。那么这期内容关于高考以及中国年轻人的就业现状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以后我会更新更多方面的内容。